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结婚3年，空姐老婆要我离婚，给空少白月光转正。叶天，你觉得你哪点配得上我？我现在是别人梦寐以求的空姐，你只是个家庭主妇、软饭男。就连结婚3年，你也没能让我怀个一儿半女。你个废物狗有什么用？我指甲刺进血肉，却不及心疼的1/10。明明是他柳岩当年车祸导致卵子受损，他才一直怀不上孩子。为了维护他的尊严，我在他娘家人面前抬不起头都忍过来了。可他却不顾3年夫妻情谊，把我反锁门外，只顾着和白月光颠鸾倒凤，让我独自在暴雨中哮喘等死。我给家里打了电话，我想回家了。第2天，全球通报，离家3年的迪拜少爷决定回家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叶天，你做饭把手洗干净了吗？柳岩不耐烦的声音传来。我正擦汗，忙着从厨房端着另一盘小龙虾出来。我看着手指甲的污泥，对不起老婆，可能是剥小龙虾不小心弄进去的，我去冲干净。够了，他打断，拎起西装就要走。我去外面吃，你以后不用做饭了。我愣了一愣，阿言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今天是我们结婚周年纪念日啊！柳岩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门铃响起，柳岩开了门，一身职业服高定西装的江东出现。江东爽朗笑着递过去一个空姐帽子。妍姐，恭喜恭喜啊，你升职了，你的帽子落在机舱了，我给你送过来。柳岩接过帽子，掉下来一张纸，我捡起来纸张，上面清楚写着离婚协议书。我攥紧，声音夹杂着愤怒失控后的嘶哑。你要跟我离婚？我叶天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每天饭菜亲自端过来给你吃，你不在家里，所有家务都是我一个人来做。结婚3年，我充当全职主夫，尽职尽责。他在外面风光，当着他的好空姐，被帅气年轻的机长环绕。就这样，我还是婚姻里最大过错的那一个。柳岩看着我，冷声：叶天，你也知道我们结婚这么久，你给柳家添了子嗣了。我扯下围布扔在地上，那是我的问题吗？3年前，我被岳父岳母逼着喝中药，后来拉着柳岩一起做体检，才发现是他当年车祸导致卵子受损，我俩要不上孩子。为了维护他的自尊，我才百般忍让。江东拎起我做完的小龙虾，捏着鼻子：叶天，你在家连饭都做不好，妍姐生气也是应该的，你多体谅下她嘛，毕竟她在外面辛苦挣钱，你又帮不上她什么忙。我自嘲看向柳岩，几乎失落透顶。我笑着红着眼：柳岩，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？无缘无故的找事，无缘无故的怒火，还有提前就准备好了的离婚协议书。柳岩蹙紧眉看着我：叶天，这3年你变化太多了。3年前你率真帅气，你看看现在。我们到此为止吧。好一个到此为止！当年他向我求婚发誓会永远爱护我的那个人去哪了？变的究竟是谁？我浑身颤抖冷笑：柳岩，你真以为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是你自己得来的吗？好，离婚是吗？我猛然掀翻桌上的菜，全部摔了个粉碎。那就离，这些菜都是我做的，你不是嫌我脏吗？不是觉得我连饭都不会做吗？那就都别吃了。江东尖叫，护住柳岩在怀里：妍姐，你没事吧？叶天，你他妈是不是疯了？江东的脚一撇，正好压在了碎碗上，血流在地上。柳岩勃然大怒，一把揪住我：
我整个人被掀翻，摔倒在碎碗上，满手都是血，疼，锥心刺骨的疼痛，因为颤抖而浑身发麻。柳岩拉住我：“叶天，你到底疯够了没有？”我耳鸣声四起，看向把江东护在怀里的他。江东故作姿态推开，脸红。江东假意关切我，却蹲下在我耳边阴狠：“叶天，你老婆可真他娘的好睡，既然你管不住她，那就让给我，毕竟我可是空中管制员，专门管空姐的。”江东猛然抓起我的手，死死掐住自己脖子：“叶天，你特么干什么？叶天，你立马给我滚出去！”柳岩怒吼的声音，我带血的手腕被他拖着扔出门外。倾盆暴雨哗啦啦将我淹没，我被重重摔在了门外，雨水打湿我的浑身。柳岩，我有哮喘，救！我大口呼吸，却喘不上来。我拼命地爬过去，想要打开门，门把锁却被人反锁住了，怎么都拍不开。当我极度缺氧窒息的时候，我听见柳岩冷冷的声音从里头传来：“叶天，你再这么无理取闹都无济于事，在外面清醒清醒吧。”他忘了我有哮喘，爱之深的时候，他能在车祸里救下我；爱消失的时候，他恨不得我死。我听见里头传来了清脆好听的笑声。江东低声温柔对他说：“妍姐，你怎么能饿着肚子呢？我做饭还可以，待会叶天知错了，也给他送一碗过去。”柳岩冷沉：“不用管他。”我绝望濒死的时候，他们在里面其乐融融地做饭。强烈的雨水灌进我的喉头，我拼命喘气颤抖，疯狂地拨了一通求救电话过去。这通电话将是我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。电话对面传来女人妩媚低柔、带着关切的嗓音：“阿天。”我听着熟悉的声音，哭着哽咽着，近乎浑身都因大雨而冰冷。我抱着手机歇斯底里：“二姐，我错了，救救我！我错得一败涂地，以为自己在婚姻里是能被幸免的那一个。”唐武的飞机刚抵达，把我从一败涂地的柳家门前抱了回去。我膝上仰后，红温着大口喘气。他把我轻轻放在床边，抱在怀里取暖。他的眼底满是关切，柔声：“好点了，好冷。”我脸色惨白，头发已经被他轻柔擦干净，可浑身都在发抖，是愤怒，是绝望的打战。唐武解开柔软的上衣纽扣，把我按进他滚烫的身体里，皱眉：“怎么这么凉？阿天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告诉二姐。”他捏过我的脸颊，看着他妩媚的眼睛，我触碰到女人炙热滚烫的眼神，委屈的眼眶通红。我是被二姐带大的，在彼此眼里，我们是最亲密的人，但此刻竟也有些无措。柳岩把我赶出来了，我们要离婚了。我眼圈微红。3年前，我离开了老妈，离开迪拜，抛下所有。柳岩胃不好，常年在外面吃饭，我就在家为她煮饭做菜。没想到，我还没说完，只觉头顶的女人娇躯瞬间一沉。唐武冷嗤一声，我看见她漂亮的眉头突突跳动。她沉声：“他柳岩竟有这个胆子，感动我唐武的宝贝。”我哽咽着，近乎哭歇了。从小到大，二姐就是最疼我的人，她带来的安全感，让我此刻停止了愤怒又伤心的打战。女人炙热柔软的指腹拉撒我的眼角泪子，低哄着我：“阿天，你可是迪拜神豪公子哥，你母亲更是迪拜女皇，犯不着为了这样的女人伤心。二姐带你回迪拜。”我攥紧拳头，低头。可是二姐，当年我为了柳岩跟老妈大吵一架，我现在回去还有机会吗？3年前，
我从迪拜过来京城旅游，不慎掉落石窟。那时柳岩就如同神女一样出现，她救起了我。她说我的眉眼很英气，很像混血。为了跟她结婚，我断绝跟家里的关系，变成普通人。她那时只是个机组新人，辅助机长来回航班，每天3餐不固定。我心疼柳岩，婚后就亲自为她下厨，主动包揽家里的家务。她嫌弃我做饭不好吃，那是因为我在迪拜只吃皇庭西餐，水土不服。我学了3年中式家常菜，仍然不能让她满意。我付出再多，在她眼里也只是一个可笑的不如江东的疯男人而已。唐武把我搂在怀里，我看见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灼热的疼惜。女人轻柔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：你永远有机会，阿天。我微怔看着他，心头一丝感动。他拿起我的手机拨通了我妈的电话，我慌忙推脱，我还没做好准备。可对面已经传来女人无比惊喜的声音：哦，我的宝贝，阿天，妈咪 miss you， 太想你了。我听着声音，红着眼眶的泪水涌出。妈，我错了。我死死攥紧拳头，这一次我真的错了。女人在电话那头安抚：听着宝贝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让我的宝贝儿子掉小珍珠。唐武在你身边吗？我点点头，看向一旁：二姐在的。唐武勾笑接过电话，而后看向我：知道，我一定会把阿天平安带回去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出神的心情平复了许久。我认真看着眼前妩媚的女人：二姐，给你添麻烦了，谢谢你，我很歉疚。当年为了柳岩一走了之。唐武拿过充完电热的暖宝宝，放在我手里：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回国？他扣住我的手指，我脸色发红，咳嗽的下意识自卑抽开手：是你在国内有企业生意要合作吗？二姐是京圈少爷，小时候被我爷爷收留，他对我们全家都很好，尤其是我。唐武看向我闪躲的手指，却重新握住。我下意识缩回手：二姐，别，我手很脏，因为做菜太久，我的手指常年被油烟熏得有些微黄。今晚准备结婚周年日处理小龙虾的时候，进了些污泥，没来得及洗干净，就这样被柳岩上纲上线，也差点死在了柳家门口。唐武却是扣过稳住我的手指，他认真看着我：阿天，你是我唐武抱在怀里宠着长大的小弟弟，二姐会护你一辈子周全，谁敢动你，那要看他的本事。他的眼神里透着冷沉冷意，似要把柳岩抽筋拔骨。我眼眶微红，缓缓点头。过度的缺氧令我疲倦袭来，就这样，我抱着他的腰，昏睡在了他的怀里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接到了柳岩的电话。柳岩在电话那边低沉地质问我：你昨晚跑去哪了？家里一团糟。叶天，你要无理取闹到什么时候？我推着行李箱出门：跟你有关吗？柳岩，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？你还管我的死活干什么？柳岩在那头冷笑：长本事了。叶天，你是想拖延跟我离婚，所以才躲起来。江东在旁故意：妍姐，快上班了，我们该去机场了。昨晚真是睡得我浑身骨头都酸痛，我心凉半截。他们昨晚难道一晚上都在一起？我讥笑一声，这对狗男女最好永远锁死在一起。我立马掐灭电话，走向外面来接我的劳斯莱斯车，前去飞往迪拜的机场。到了旗下的京城机场，工作人员看见我，立刻帮我拿行李。工作人员欣喜：少爷，您终于要回迪拜了吗？帮我向女皇问好。我点头。与此同时，
我收到了二姐的电话，电话对面女人嗓音低柔轻笑：“阿天，有一个惊喜，在你出发之前做好准备。”惊喜，我浑身一滞，这个词多么陌生啊！跟柳岩结婚3年，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一次惊喜，可是真正给我惊喜的人，我却错过了他们整整3年。这一次再也不会了。工作人员从一旁拿过保温杯递给我，笑着说：“这是唐小姐亲自为少爷准备的早餐，少爷记得吃。”我打开保温杯，里面是热腾腾的燕窝银耳粥，眼眶微热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一阵惊讶的女声传来：“叶天，你怎么来机场了？”柳岩手边正拿着她的空姐帽，一身制服看向我，她皱紧眉头：“叶天，你昨晚消失了一整晚，就是想在机场等我。”她看向我手里的保温杯，一动不动盯着。江东穿着西装，一身空中管制员的制服不屑：“叶天，你这是打算来给妍姐送早餐？怎么，你还没放弃做饭啊？”我冷笑一声，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点。我没时间跟你们在这掰扯，我就要走，却被柳岩抓紧了手腕。挣扎之际，我被江东绊了一跤，摔在地上。柳岩想拉我没拉住。阿天，他下意识要拉我起身，我愤怒的怒火低吼：“滚！你们都他妈给老子滚！”我抱着洒了满地的保温杯里的粥起来。江东大声嘲笑：“叶天，这一锅烂粥洒了就洒了，也别心疼，我怕你做的吃了会中毒。”他的话戛然而止，忽而震惊，捡起地上从保温杯粥里一起被泼出来的宝石戒指。江东瞪大瞳孔：“这是迪拜之心，那个在迪拜价值10个亿被拍下来的迪拜之心。”我微微一愣，我曾经开玩笑说要一辈子光棍不结婚，以这一颗迪拜之心的尾戒为目标，没想到二姐竟然拍下来了。我冷声伸手：“还给我，这是我的东西。”柳岩俊脸一沉，拉住我：“叶天，这颗戒指你是哪来的？谁送你的？”我怒声：“柳岩，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，你们没资格碰它。”江东得意拿在手里，举起来：“啧啧，怎么看都是假的吗？不过是个破石头，我来试试有多坚实。”啪一声碎响，江东用力狠狠砸在了地上，易碎的宝石被砸成4分5裂，碎了满地。我近乎踉跄空洞，跪在了地上，颤抖双手捧起地上碎成一块一块的迪拜之心。江东嘲笑看着地上的我：“叶天，你也不必行如此大礼，我不过好心帮你鉴定一下，你可别买了吃亏上当啊！”我愤怒起身打向江东：“这是我二姐送给我的礼物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你疯够了没有？”叶天，柳岩拉扯开我，我被一把甩在地上，手被宝石碎片割破。他护住江东：“这里是机场，别丢人现眼。”我鲜血淋漓握着疼痛的手腕，失落透顶的看着他笑。江东得意：“妍姐，快到点了，我们还是快去登机吧。”柳岩回头看我一眼，冷声：“你自己好好反省吧。”就在他们2人要走的时候，机场空姐赶过来：“妍姐，江空管，你们今天都不用去上工了，今天所有的飞机停飞。”柳岩和江东脸色一变：“什么？”空姐告诉2人，今天是迪拜神豪少爷回家的日子，整个机场都是他旗下的。金圈大小姐唐小姐一早就包机了。柳岩和江东脸色都很难看，我冷笑着起身，把收拾好的宝石碎块放在包里。我接过电话，努力压制住溢出的难受。“二姐。”对面电话的女人低低温柔：“阿天，抬头看。”一阵飞机轰鸣的声音划过天际，我跑到天空外面，
柳岩皱眉：叶天你去哪？他跟着我一起。和江东看见了震撼的一幕，蓝天上多架飞机一起，整齐划一，上面吊着横幅，缓缓地开过来。横幅上面的字，我接到了手机视频，上面写着：阿天生日快乐。我感动涕零，捂嘴。江东伸长脖子：妍姐，你看见没有？那是什么字啊？柳岩眯着眼睛，看不清。身边一旁的空姐解释：今天是迪拜少爷的生日，唐小姐是少爷的二姐，包机为他庆祝呢。我拨过去电话，心为激动：二姐，我看见飞机了。对面电话的女人轻笑低声，转身：阿天，我过来了。我转过身去，唐武朝着我走了过来，拎着一台黄金箱子。我看见柳岩的脸色大沉。江东低声：妍姐，那就是金圈大小姐吗？怎么像是拿着黄金？朝着，直到唐武来到我面前，拥抱了一下，把黄金箱子送给我。他看着我低笑：生日快乐，我的小少爷。我就像是沉浸在梦幻里面，丝毫没觉察到柳岩和江东难看的脸色。柳岩拉住我的手过来：叶天，你什么时候跟唐武搞在一起了？他为什么给你送礼物？我冷笑，抽开手。唐武注视到我的手腕，关切拉过：阿天，你的手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迪拜之心被摔碎了。我捂着被划破的手腕。唐武俏脸冷沉，看向江东：谁干的？江东脸色大变：唐小姐，所以那个宝石是您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被叶天拿走。柳岩勃然大怒：叶天，别的女人的东西为什么在你这？你不该跟我解释一下？我看向唐武，闭眼：二姐，我累了。唐武护我在身边，冷声：按原价3倍赔付，以及你们随意毁坏他人财产，拘留几天不过分吧？江东大惊，跪在地上：唐小姐，我错了，我不要拘留啊，我的工作会完蛋的，我不知道是您的东西啊。唐武冷淡：带走。从我身后出现2名保镖，把柳岩和江东都带了下去。我也筋疲力尽，没撑住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迪拜了。唐武拿着一纸离婚协议：阿天，起诉离婚，只要你签字，到了时间，他不离也得离。我微顿：二姐，是他提出的离婚，不用起诉了。我签字寄过去给他。至于柳岩的那点财产，我也根本看不上。我妈听说了我的事，紧紧捧着我的脸，听着宝贝儿子，离得好。我们迪拜家族出来的少爷从不委屈。3天后，妈咪举办一场宴会，庆祝你回归，顺便为你物色更优秀的好女人。世上还有好女人吗？我还是不要了。经历一场婚姻，我已经筋疲力尽。唐武在一旁沙发看着我挑眉低笑：怎么，二姐不算？我心口一跳。3天后，宴会里来了很多名流人士，个个身份不凡，但我没想到柳岩和江东也在其中。江东看到我一身体面的高定西装，脸色微变：叶天，你怎么在这？你出国不会就是为了来迪拜赌妍姐的吧？求他不要跟你离婚。柳岩皱紧眉，捏紧我的手腕：是唐武带你进来的，对不对？她是京圈出了名的浪荡大小姐，你跟她在一起不会有好下场。你现在就离开。她扯着我往外走，我用力甩开手，冷笑：柳岩，你没资格让我从宴会离开，该走的人是你。江东嘲笑：今天是迪拜少爷回归家族的日子，迪拜女皇会正式宣布由他接手整个家族。我们是为了求项目合作来的，不像你一个只会做饭的废物。是吗？我看你们拘留所3日游的滋味还不错，
你连工作都丢了，还有资格在这大放厥词？我一把酒水泼到江东的西装上，江东大怒，拉着柳岩：“妍姐，这个废物泼我！”柳岩紧咬下颌，抓住我：“你别在这丢人，耽误我合作，马上跟我回去。我可以原谅你的所作所为，跟你和平离婚。”我甩开手，嗤笑：“我还没起诉他，他倒是先威胁上我了。柳岩，你真是一次次刷新我的底线。你提醒我了，该起诉离婚的是我。你婚内出轨，你以为你会好过？”我忍着怒意。柳岩蹙眉：“你在说什么？叶天，我和江东清清白白，我们的婚姻别扯无辜的人，别无理取闹。”我还没说什么，就猝不及防挨了江东一巴掌，没站稳，我倒在地上，正要发作，江东撕开我的西装，又抓紧我的头发：“叶天，你他妈有什么资格穿这么好的西装？想勾引唐大小姐上位是吧？没那么容易。”我冷声：“放开！”江东看见我脖子上的豪华玉，一把扯过拉紧：“你他妈也佩戴这么好的玉，这么喜欢给女人当狗，那你现在就表演狗来瞧瞧。”我涨红的脖子被勒紧，用力拉住江东：“你会后悔的。”江东嘲笑着拽着我，拖行我在宴会上：“大家快来看啊，一个没人要的离婚的男人，只会做饭的废物白脸，还想在宴会上找第二春！”哈哈哈！我近乎被扯通红脸，死死抓着，看向柳岩。柳岩却是紧闭眼，她像是看见什么似的，只觉丢人又厌恶，转过身去。江东无情的嘲笑，拉扯我脖梗链子，拖着我：“这么喜欢找女人，有没有人看上他啊？不如我们在宴会上玩点刺激的怎么样？”我拼命捡起一旁的手机拨打电话，江东当场砸碎，恶狠狠拉住我：“你不是想出风头吗？今天宴会上你就是最大的风头！”我的头被撞在一旁，头破血流，晕眩不已。江东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江东就像疯了一样砸我的头：“叶天，你不好奇我在拘留所怎么待的吗？我被机场赶出去，那种丢人的样子吗？你给我跪下！”我被他死死摁着跪下，宴会里的人都像看笑话一样看着我。手机损坏，仍然传来专属的响铃声，我却够不到，食指被江东狠狠踩着，疼痛难忍。我双眼猩红：“江东，柳岩，你们会付出代价的。”柳岩一把抓过我：“够了！”他拉起我，我大口吸了口气，倒在地上。江东抱怨：“妍姐，我也是帮你教训他吗？你因为他连空姐的位置都丢了，还赔了那个破链子的钱。”我嘴角渗血，看向两人。柳岩奄奄看着我，扔了一张卡：“你走吧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签好字了，别在这里丢人了，离开迪拜。”我喘着气，用力捡起卡，起身砸在他的脸上：“这点钱我根本看不上。”叶天，柳岩冷沉看向我：“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只有唐舞才能满足你吗？”他一把掐住我的后脖梗，我就要倒下，却被另一个女人温热熟悉的手握住。紧跟随而来的是一阵女人的暴怒声：“是谁敢欺负我的宝贝儿子？”我被唐舞抱起，转头他打了柳岩一巴掌，柳岩被迫打倒在地上，他冷汗疼痛：“唐舞，你果然也在宴会上！”我妈竭力维护我，瞬间全场数十名保镖围了过来。我妈含着泪哄着我：“儿子，妈错了，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你娶这种渣女，妈看清楚了，这些个畜生！”江东瞪大眼睛：“什么？叶天士？”我冷笑看着两人：“我说了，你们会后悔的。”我身边的保镖瞬间将柳岩和江东摁跪在地上。柳岩不可置信看着我：“叶天，你是什么意思？
唐武冷沉嗤笑，表面意思我是阿天的二姐，他是迪拜的神豪少爷。他握着我的手，一字一句。我看见柳岩俊脸苍白，喃，这不可能。江东看向我妈，唇齿颤抖，迪拜女皇叶天，他是你儿子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妈冷居高临下，用力一巴掌，打得江东喷了口鲜血，脸上的口子鲜血直流。江东惨叫，我妈摩挲着自己细长尖锐的美甲，你敢动我的儿子？你不掂量自己有几条命？来人，把铁链带过来，按照我们迪拜教训贱狗的规矩对待他。我妈阴狠的眼神里噙泪，我看见她对我的心疼，眼眶微红。江东尖叫惨叫，不要啊，不要！妍姐，救我啊！叶天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保镖用铁链狠狠锁喉江东，江东连叫都叫不出来。二姐更是冷沉吩咐保镖，几个保镖拿着狼牙棒看向跪在地上的柳岩，人全身的骨头有多少根，就打断他多少根。敢欺负我的阿天，这3年的账今天全都清算了。我的双眼被唐武温柔蒙住，他轻轻低声安慰我，乖一点，阿天，别看。一声又一声的惨叫声，最后两人鲜血淋漓的被扔了出去。唐武的双手从我眼睛上松开，摸着我温软的脖颈，低声，阿天，还疼不疼？我摇头，我抱着他的手，二姐，我想回去，这里的味道太大了。他一笑，拉着我离开。我妈也赶紧吩咐医生过来处理我的伤口。就这样，我跟躺在地上的柳岩错开了视线。我看见他伸出戴着戒指的手，却抓不住我。我躺了1个月，医生说是轻伤，加上迪拜强大的医疗，其实早就恢复了。但二姐就是不肯放我下床，她似是要把我禁锢在床上，连刷牙都要端过来，轻轻捧着我的脸帮我刷。阿天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唐武递过去离婚协议书，上面带血的签字，你们已经顺利离婚了，从今以后就待在我身边，我照顾你。我问，他们2个没死吧？毕竟有些可惜，没看见他们的下场。唐武捏了我的脸，低笑，江东出车祸瘫痪了，柳岩也在车上，车祸后双腿断了，还在迪拜医院。哦，那也真是报应，他们自作自受，反正肯定不是二姐做的。我起身，二姐，你就让我下床吧，我想吃米其林大厨做的硬菜，你帮我去拿过来，我就在花园走走。唐武看我这么坚持，乖一点等我。他摸了摸我的脸颊，我点头。趁着他走了，我总算是能出去透透新鲜空气，但没想到迎面就碰到推着轮椅残废的柳岩。柳岩看见我，见我转身要走，连忙推过来，阿天，对不起。他整个骑猛，又是下坡，滚在了我边上，趴在地上。我瞥了一眼，你后悔吗？柳岩，曾经我们的婚姻多幸福，不过或许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柳岩颤抖着手，他拿出那颗钻戒，你能原谅我吗？阿天，我们复婚好吗？以前是我混蛋，我现在知错了，我不想看见你和唐武在一起，我会发狂。我冷笑，弯腰撑在膝盖上看着他，柳岩，你现在是个残废了，你以为我还会要你吗？你不是嫌弃我吗？离婚协议也是你让我签的字，现在求复合的也是你。我嘲讽，我猜是江东瘫痪了不行了，还是你发现你的前夫我并不普通，恰好符合你刘总的利益。柳岩抓住我的腿，阿天，别说气话好吗？我知道3年的感情，你心里还是有我。我冷笑一声，你还是给江东多凑点钱，滚回京城吧。
迪拜不是你们能待得起的地方，这里一天的消费都能透支你。我吩咐保镖把人扔上轮椅，推走他，嫌聒噪。柳岩却是扭头，阿天，阿天。我转过身去，唐武已经倚在一旁，挑眉看着我，手里端着牛排。我有些讪讪走过去，二姐。他捏过我的下巴，不是答应我乖一点等我，怎么一个人出去了，还见了柳岩？我咳嗽一声，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，我就好心让人把他送回去了。毕竟他现在那双腿有的他最瘦的。唐武把牛排放在我嘴边，低笑眯眼。他找你做什么？我咬了一口，牛排爆汁在他指尖，就找我求复合。酱汁流下的瞬间，我下意识地吮吸舔了一下，没想到唐武漂亮白皙的手指一颤，我咳嗽一声，立马回去了。我有点口渴，先进去倒水了。只听见二姐在身后轻笑一声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柳岩每天都来找我，变着法子的求我原谅。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虐待残疾人。我不悦看向面前捧着花坐在轮椅上的女人。好，我原谅你。柳岩两眼微动。阿天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弯腰，我这有个合作项目想交给你，但前提是你要做成，否则我看不到你带给我的利益价值，就只能……柳岩眼底一瞬希望燃起。你真的愿意给我合作？阿天，谢谢你。我盼着和迪拜皇家合作盼了很久。上次宴会我很后悔，我把提前准备好的项目书放在手里，那就交给你了，刘总。而后我又去医院看了躺在床上瘫痪的江东。江东破口大骂：叶天，你这个废物，你不得好死，我江氏一定不会放过你。等我和妍姐成功拿下项目回国，你一个一无是处的少爷又算什么东西？我自嘲一笑，看吧，原来女人最后的求原谅，也不过都是为了争取最后一丝利益。他们算计我，我也算计他们，公平公正，这可是你们自找的。我起身，江东在后面骂得此起彼伏，我也听不到了。很快到了招投标的日子，我私下打听，柳岩为了拿下这个合作，找了江氏投了大量的资金进去，甚至搭上了私产。不看不知道，原来他背着我婚前就有这些名下私产，只是我全然不知。唐武递过来文件，阿天，今天江氏和柳岩去投标了。这些年柳岩做的商界手段，他和他的公司都不清白。他几乎挨着我，一边给我一边观察我的神情。我拿过来翻阅，这3年我待在家为他打理家务、洗衣做饭，对他的一切所为一概不知。谢谢你二姐。我眼底闪烁着漆黑，看向他。唐武抬手指腹，温柔抚摸我的眼角。以后别再为不值当的女人挂念。我点了点头。很快，当天下午，江氏的人和柳岩就过来找我。柳岩颤抖拿着纸张，阿天，今天投标说我的资金链出了问题，我一切财产都被拿去抵押了，房产车子都被查封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江母破口大骂：叶天，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，你害得我们江氏破产啊，没天理了。江母危在地上鬼哭狼嚎。我坐在沙发上一笑，江氏做假账，暗里贪污公款，以及你刘总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商界手段，早晚是要真相大白。我不过是惩恶扬善罢了。果然是你，叶天！江母大叫，就要冲过来打我，被保镖拉开带走。柳岩才意识到被我耍了。柳岩阴沉着脸：你就这么恨我吗？阿天！我看向他，是你先辜负了我。柳岩，余生就去牢里过吧，我们夫妻一场，我只能祝福你到此了。来人，带走！
保镖把两人架走，柳岩只是坐在轮椅上笑，紧闭了眼。我不知道他被带走的那一刻有没有过后悔。很快判决下来，查封了柳岩所有名下财产充公。柳岩被判刑，涉嫌私自以不法商界手段搅乱市场等罪名。江家正式宣布破产，连江东躺在医院的医药费都付不起，让他自生自灭。入狱的那一天，我去看了柳岩。我拿起电话，一直忘记告诉你，你空姐的位置也是我为你争取的。这3年，你能走到这样的地步，你以为是你自己，其实不然。还有，我们之所以没有小孩，也是因为你的卵子损伤。我维护你的尊严，才会选择忍辱。我不会做中式菜，也是因为我水土不服，但却成了你嫌弃我的理由。柳岩红着双眼看向我，阿天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求你原谅。你会恨我吗？我轻轻一笑，为什么要恨你？我该谢谢你，让我看清你，让我知道这世上只有我自己最可靠，最难得珍贵。我叶天也不是婚姻的附属品。我放下电话，就这样吧。柳岩看我要走，拼命的，阿天，你还爱我对不对？阿天，你不要喜欢唐武，就这一点，不要。我踏出去门的时候，听见他微弱的声音，我不想你幸福，不想，但我偏要幸福。我坐车回了家，却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熟悉的金盒子。我几乎怔怔地缓缓打开，里面安静躺着那颗大宝石男士戒指，迪拜之心。曾经它是我单身的勉励，这颗宝石的寓意是一个人也能够幸福快乐，是二姐送给我的，但不是被江东砸碎了吗？阿天，我听见身后二姐低柔的声音，转过身，唐武拉过我的手指，把戒指拿过，朝着我单膝下跪低笑，可以吗？我脸瞬间发烫起来。二姐，你起来，我是男人，这种事应该我来。等一下，这不是单身之戒吗？它怎么还有另一颗对应的？我拿起另一颗，这是女戒，我这个是男戒没错，怎么回事？唐武吻了我的唇，其实它是一对的，如果哪天他发现2个人也会幸福，另一颗就会出现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那颗，虽然略有些痕迹，但修复得很完美，总不能浪费了这么美好的一对戒指吧。我看向他，让我想想吧，我还不太那么想这么快进入下一段婚姻，这一次我会更加深思熟虑。唐武在我身后轻笑，戴好戒指，二姐会一直等你的，阿天。我嘴角勾起一抹笑，我也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